奶茶刘若英出道30多年，其感情生活一直都相当低调。在宣布结婚之前，她所为人知晓的一共有4段感情，其中最令人唏嘘、感动的，当属与恩师陈升的那段情。可以这么说，刘若英总是爱上不能爱的男人，而且要命的是，她又不能掩饰这种感情，于是全世界都知道她喜欢上的人都有爱人。又或许她的错误在于，她总是爱上不能爱的爱情。1991年，一个好友介绍刘若英认识了台湾滚石乐队的著名歌手兼音乐制作人陈升。陈升认定出水芙蓉般清纯的刘若英是个很有前途的歌手，立即邀请她到自己的工作室工作。这年3月，刘若英来到陈升的新源工作室担任制作助理。让人想不到的是，她在工作中悄悄爱上了才华横溢的陈升。其实陈升也喜欢刘若英，然而除了对刘若英的赏识和怜爱，陈升似乎没有更多的举动，而刘若英又不敢直接向陈升表白心迹。对于一个22岁的少女来说，刘若英的感情遭遇是残酷的，她还没有享受恋爱就已经失恋了，因为她爱上一个不能说爱的男人。31岁的陈升已经是个有妻儿的人了。陈升所能给予刘若英的就是对她事业上的支持和鼓励，他为刘若英写下了很多经典歌曲，如《风筝》《为爱痴狂》。1995年，陈升又向张艾嘉推荐刘若英演出《少女小鱼》。《少女小鱼》为刘若英赢得1995年亚太影展影后。从此，刘若英开始了事业的腾飞阶段。为了让刘若英在事业上有更大的发展，1996年，陈升主动终止了和刘若英的合同。2002年，陈升和往常一样在台北举办跨年演唱会。演出结束后，无数歌迷围着陈升请他签名。这时，刘若英含情脉脉地走了过来，歌迷们认出了大名鼎鼎的刘若英，爆发出更激动的喊声。刘若英站在陈升面前，当着所有人的面问道：“你能给我一个拥抱吗？”这一声恳求像炸雷一样在歌迷中炸开，人群顿时安静了下来。只见陈升迟疑了一下，最终只是用他那厚厚的手掌拍了拍刘若英的头。刘若英的眼神一下子暗淡下去，2行泪水唰地流了下来。她全明白了，她要将与他的一生缘分都写成师徒2字。陈国富，香港著名导演、编剧、影评人，1958年生于台湾，被誉为台湾新电影的继承人，现为华谊兄弟传媒公司总监制。陈国富这个名字大多和他的电影联系在一起，而不为人知的是，陈国富同苏慧伦、刘若英曾有过2段情。关于刘若英与陈国富的地下恋情，很少被媒体大篇幅报道，但是也从未离开过媒体的视野。陈国富是刘若英电影处女作《我的美丽与哀愁》的导演，陈国富也促成了刘若英在影视上的成就。刘若英凭借陈国富的作品《征婚启事》《双瞳》，先后问鼎亚太影后和金像奖最佳女配角。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刘若英对陈国富向来不隐瞒自己的好感。陈国富是启蒙导师，跟张姐、张艾嘉、升哥陈升一样，是我很好的朋友。虽然奶茶没有正面回应2人的恋人关系，但记者拍到奶茶与陈国富一同吃饭、散步并返家的行踪。图片中的2人若即若离地走在黑夜街头，像极了一对相濡以沫的恋人。而刘若英对照片事件的反应很暧昧，既不承认也不否认，2人关系不禁引人遐想。在2人地下恋情曝光的同时，另一个惊人的绯闻也爆出。歌手陈升在台湾一个访谈节目上证实，陈国富在与苏慧伦交往时曾劈腿，同时与刘若英也在交往。尽管男方劈腿，但是刘若英一直痴心等待陈国富。早前台湾有周刊转述刘若英友人的说法，陈国富让刘若英从20出头等到了41岁，实在也等够了。有人表示，刘若英不想再痴等待陈国富，决定在今年秋天把自己嫁掉。这名爆料者还称，奶茶曾经向陈国富提出要退出演艺圈，没料到对方说不必了。
后来拍电影传达心意，对方却始终没回应。3. 某成功男士迫于世俗压力分手。该男士有过婚史且有小孩，跟该男士交往的时候，刘若英开过玩笑说连小孩都是现成的，要好好疼，一步到位。当然都是玩笑话，不过那位男士对刘若英是很好没错，刘若英又那么会做人，男士的小孩也很喜欢她，只是后来男士听到了一些不好的谣言，加上刘若英的艺人身份，他们考虑再三，就决定了分手。4. 黄磊。第4种感情终究没有发展。奶茶与黄磊曾合作过《夜奔》《似水年华》等作品，几次饰演恋人都没有结果，观众们很期待两人在生活中能成为真正的情侣，因此两人也成为观众心目中的最佳荧屏情侣之一。在接拍《似水年华》前，刘若英表示与黄磊无论合演什么戏都会达到一种默契，而黄磊也公开对媒体宣称，他和刘若英之间是在爱情、亲情和友情之外的第4种感情。刘若英也表示同意，只是两人除了戏中的默契合作，戏外一直若即若离。后来黄磊结婚，这段感情终究没有发展。